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个看似柔弱、患有精神分裂症的30岁平凡家庭主妇，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脚踹开邻居的家门。她没有任何犹豫，抽出预藏的菜刀，当场利落地切下了一名55岁瘫痪男子的生殖器，并且连捅数刀。哇！然后当警方赶到的时候，他浑身是血地看着天空，在法庭上冷静地对法官说：“我杀的不是人，我杀的是一只禽兽。”这听起来完全就是一部惊悚电影的开场，对吧？真的。但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探讨这一起1991年真实发生而且震惊全韩国的案件，重点其实不在于犯罪手法到底有多血腥。没错，真正的重点是在于当法官敲下法锤的那一刻，他所做出的判决。那个判决可以说彻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法律轨迹。我们这次要带你回到1991年的韩国，拆解这起名为金富南事件的血腥复仇案。对，我们要看看一个绝望的受害者，他的私刑是如何逼迫整个国家机器的体制崩溃，然后走向重建。当我们一层一层剥开这些案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绝对不单纯是一桩猎奇的命案。这起事件探讨的核心极度沉重，也就是说，当国家法律完全失能，把弱者拒之门外的时候，受害者为了活下去，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真的，那要理解这一切，我们得先把场景拉回1970年。那是韩国全罗北道南元市的一个偏僻农村。你想象一下那种极度匮乏的环境，没有自来水，基础设施几乎是零。就是这种匮乏成为了悲剧的温床。这里真正引人深思的是，在我们翻阅的学术报告里面，学者特别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水井依赖。水井依赖？对，在当时的农业社会，邻里关系就像是延伸的家庭嘛，但这种为了生存而产生的物理依赖，给了掠夺者最完美的掩护。我看资料的时候真的觉得蛮窒息的。9岁的小女孩金富南，她家里穷到连一口水井都没有。也就是说，加害者把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给武器化了。宋百全完全掌握了小女孩必须出现的时间跟地点。有一天，他用一颗糖果把金富南骗进房间，反手房门，然后性侵了她。天哪！接着，他动用了另一个更可怕的武器，也就是传统社会的晋升文化。他威胁他说：“敢说出去，我就杀光你全家。”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侵犯，他更是利用了韩国传统儒家思想里面那种保护家人的孝道，来逼迫一个受害者晋升。这真的太可恶了！而且在1970年代的韩国乡下，根本没有所谓的性教育，更别提什么儿童保护局这种机构了。一个9岁、下体还流着血的小女孩回到家，除了告诉父母说我不小心摔倒了，她还能说什么？她什么都不能说，这份创伤就这样硬生生地被深埋在土里了。但是深埋绝对不代表消失。这份经历在他的神经跟心理发展上种下了毁灭性的种子。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当一个幼童遭遇这种极端暴力，而且完全无法向外求援，他甚至必须和加害者继续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对，因为他还是得去打水。没错，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自我防御机制会彻底崩塌。这在后续的案卷记录里面其实写得一清二楚。接下来的20年，对金富南来说简直是一场漫长的地狱。在他12岁那年，因为行为极度反常，学业崩盘，父母以为他只是学坏了，就把他送去首尔的有钱人家当女佣。那其实是典型而且严重的创伤反应。但是在那个年代的社会框架下，根本没有人具备辨识这些求救讯号的能力。没错。而最让人心碎的是，他恍然大悟的那一刻，那个瞬间真的是……直到他进入青春期成年后，某天看着电视电影里面的片段，他才突然明白，当年9岁的自己到底遭遇了什么。那不是一个奇怪的童年记忆，而是一场残酷的犯罪。
法庭上的精神鉴定报告将他这段时期的状态明确诊断为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CPTSD。我在看这份报道的时候也特别留意了这一点。CPTSD 跟一般的 PTSD 最大的差异在于，它通常来自长期反复的创伤，或者是受害者处于一个完全无法逃脱的困境中。金富男被加害者的恐吓，还有社会的忽视，整整困了20年。难怪他后来的人生会全面失控。记录显示，他其实非常努力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结了2次婚，但这2次婚姻都因为他对性行为有着极度瘫痪性的恐惧而破裂。每一次的亲密接触都会把他的心智直接拉回9岁那年被反锁的房间。对，他后来甚至出现了精神分裂的症状，多次进出精神院病，等于是他的成年生活基本上是被一个从未受到制裁的罪行给完全支配了。所以到了1991年，30岁的他终于受够了。他鼓起勇气，试图寻求法律途径来制裁当年的凶手，但是结果他撞上了一堵名为法律的绝对高墙。这部分真的让人觉得很荒谬。当时的韩国刑法将性犯罪列为亲告罪，意思就是受害者必须亲自提告。但最致命的缺陷在于它的时效性。法律规定，受害者必须在案发后的6个月内提告，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对，而且退一万步来说，强奸罪的公诉时效也早就过了。一个9岁的女孩怎么可能在6个月内提告？法律的时钟跟创伤的时钟完全脱节。这种制度本质上就是在告诉加害者，只要你躲得够久，国家就会自动发给你一张免死金牌。既然警察管不了，体制不帮他，金富男只好亲自去找宋百全对质。当时的宋百全已经55岁了，而且因为中风半身不遂。你可能会以为他会有一丝悔意，对吧？完全没有。他不仅没有道歉，反而拿了区40万韩元，换算下来大概才几百块美金，塞给金富男的哥哥说想私了，还破口大骂她是一个疯女人、妓女。这真的成了压嘎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过程。金富男去买了菜刀和水果刀，把旧手提包剪开，缝成刀鞘，绑在腰上。他甚至每天把自己关在厕所里，闭着眼睛对着镜子练习拔刀。没错，1991年1月30号，他来到宋百全家，踹开门，精准地实施了象征性的报复，切下当年伤害他的犯罪工具，并连捅数刀。接着我们把场景拉到法庭，这是一场法律跟道德的终极拉扯。当时检方要求判处低级刑期5年，因为杀人毕竟是事实。但社会的反应完全不同，全韩国的女性团体，像是韩国女性电话，全都站了出来。他们甚至透过在街头卖袜子来帮他筹措律师费。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法律观点。如果我们把这件事连接到更大的社会轮廓来看，辩护律师提出了一个极进的概念，叫做迟延的正当防卫。这个切入点非常精妙，因为对金富男来说，创伤从来没有停止过，他每一天都在受到精神上的攻击，所以防卫的及时性在心理层面上是绝对成立的。这等于是把一个烫手山芋直接丢给了主审法官徐泰荣，而他最后给出了判决，在司法史上真的堪称神级判决。他判处金富男有期徒刑2年6个月，但是给予缓刑3年，并施以治疗监护。这代表国家维持了杀人有罪的底线，却史无前例地承认了受害者的创伤是极度重大的减刑因素。他不用坐牢，而是去了公州治疗监护所，接受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心理治疗。但如果你以为韩国社会就此天下太平，那就错了。因为就在金富男案发生不到1年，1992年又爆发了另一起惊人的金辅银与金贞宽事件。这2起案件并列来看，彻底引爆了韩国社会的愤怒。金辅银是一名21岁的大学生，他被当警察的继父连续性侵了12年，最后他跟男友联手杀了继父。这意味着什么？社会范式转移了，性犯罪不再被视为男性的冲动或是道德缺失，而被重新定义为权力与暴力的支配。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正在收听的你可能会想，这都是30多年前韩国的事情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关系非常深远。这叠资料中提到的特别法，也就是1994年制定的性暴力特别法，告诉我们法律不是死板的。因为这些悲剧，韩国修改了法律。对，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追诉期必须等到受害者年满20岁，也就是成年之后才开始计算。国家也必须建立庇护所，并且加重了刑罚。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逼迫国家将私人家丑变成公共犯罪优先处理事项。尽管后来2008年的赵独纯事件证明了法律还是有漏洞，比如说酒醉减刑的争议。但金辅南的悲剧确实为后来的无数儿童撑起了一把伞。让我们回想一下这整个历程，从1970年那个没有水井的农村，到1994年国家立法的改变。金辅南当年用私刑寻求的正义是悲剧性的，但他为后人创造的正义却是体制性、长远的。这份资料不仅是一本犯罪史，更是一堂沉重的性教育与法治课。法官当年给出了有罪但缓刑的判决。站在听众里的角度，你认为当国家法律彻底失灵的时候，这种迟来的私刑正义是可以被原谅的吗？我们非常欢迎你在心中或者和身边的朋友好好探讨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看到了金辅南因为无法承受20年的创伤而爆发，但这不仅让人深思，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现代的公诉时效依然在滴答作响。此时此刻，究竟还有多少隐形的受害者？他们的心灵还被困在当年的那个水井旁，而法律的保护伞却已经对他们悄悄关上了大门呢？